大家好，我是平民收藏家阿宗，热爱美丽事物与推广藏品知识。美丽的事物成就历史，也历经地球美丽的过程。您们的订阅是我下次更片的动力。这次主角为矿物艺品。最近我去了一趟台湾的矿物展，原本只是想随便逛逛，但现场的东西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有意思。所以这一集我想来聊一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收藏领域——矿物艺品。矿物收藏起源。其实人类收藏矿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。早在古埃及时期，人们就开始收集像青金石、绿松石这类矿石，不只是装饰，也象征权力与信仰。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，贵族甚至会收藏各种矿石与化石，放在珍奇柜里展示。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收藏文化的起点之一。甚至更早，在人类还没有正式货币的时候，像贝壳玉石稀有石材也曾被当作交换的媒介。也就是说，矿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石头，而是一种价值的象征。平民 vs 高端。其实矿物收藏大致可以分成3个层级，像入门级大概几百到3000块新台币。这次展场也有看到一些黄铁矿、银石、水晶等这类型结晶的小标本，颜色漂亮，造型特殊，很适合刚入门的人。那再往上到中阶，大概3000到3万，像蔷薇灰石、金红石，还有一些品质比较好的水晶。如果结晶完整、透明度高又够大，价格其实就会明显拉上来。甚至像陨石这种比较特别的，也常落在这个区间，会开始有收藏性的概念。那再往上就是高端市场。这次现场我有看到一颗来自欧抠入素矿区的蓝银石，这种就属于比较稀有的精品矿标，价格基本上都是10万以上在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同样是矿物，从几百到10几万，甚至更高，其实是同时存在在这个市场里。有些东西你平常不会注意，但其实已经是收藏等级。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买矿物？我原本以为会来看矿物的应该都是比较偏老钱时代或是资深收藏家，但这次在矿物展其实蛮意外的，现场年轻人比例非常高，我自己体感大概超过60%，也让我开始在想，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开始接触矿物这个市场。我觉得大概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是外观跟氛围，很多矿物其实本身就很好看，放在房间、桌上，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生活风格。第二个是文创跟饰品的影响，现在很多矿石被做成手链、项链，对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入门。第三个，我觉得是情绪价值，像能量石、疗愈这类概念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完全相信，但它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寄托。矿物展现场还看到自己挑水晶原石，并现场用液压机压水晶原石，体验感十足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矿物这个东西已经不只是收藏，也开始变成一种生活选择。个人想法总结：这次逛完矿物展，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纳米比亚的银石，一些特殊的化石，还有人工养晶、水热法增生的作品。老实说，我原本以为人工的东西会少了一点价值感，但现场看到之后才发现，有些人工养晶的表现其实已经做到非常漂亮。矿物不只是自然与时间的产物，也开始慢慢跟科技、设计融合在一起。最后提醒，收集藏品与奢侈品，请符合个人经济能力，当理性的消费者。对于收藏而言，必须收得起，藏得住。此为 OpenAI 生成相关知识并加入个人想法。使用 ChatGPT 与剪映 Runway、Sora Del Leonardo 制作影片，可能图文不符或说明错误，仅供参考与学习。也欢迎留言交流。最后记得一定要订阅，让您下次还能看到优质影片。感谢收看。